们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普遍困扰的一个难题，就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跟我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是吧？我3餐呢都挺注意的。但是这个体重怎么还是悄悄的往上走啊？尤其是这个肚子啊，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我们久坐，哎，一站起来发现这个肚子快看不见脚尖了，不停的往外凸啊。那您从影像科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帮我们讲一讲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个将军肚、肚子大，它在身体的内部，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从片子上看起来有什么样的差异？您问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其实也很重要啊。这几乎是门诊天天能听到的一个困扰。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这种肚子大，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中心性肥胖或者是腹型肥胖。那在 CT 和磁共振的图像上来说，主要反映的就是内脏脂肪的一个大量堆积。内脏脂肪，对，这个词其实我们是比较经常会听到的啊，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内脏脂肪和我这个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我捏一把这个肚子上的肥肉啊，那这些脂肪它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另外就是您作为影像科的医生啊，您觉得这2种捏起来的肥肉和藏在里面的肥肉啊，它们2个之间有没有差异？是这样，所以我想请大家呢，首先要区分2个概念。首先就是皮下脂肪，刚才提到的捏起来的，这是咱们捏得到的，手感软软的那层脂肪，它主要是分布在皮肤和我们的肌肉之间，虽然影响体型，但它相对而言其实是危险较小的。那第2个概念就是内脏脂肪，它是包裹在我们腹腔内的脏器周围的，包括肝脏、胰腺、肠道周围，它是深藏在我这个腹腔之内的脂肪，它才是我们影像科医生和临床医生高度关注的坏脂肪。坏脂肪，您用了坏脂肪这个词儿啊，那可见它肯定是一个这个对我们身体有不良影响的，对吧？另外呢，它听起来好像应该是一个这个不太容易处理的问题，是吧？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它可能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除了看起来不美观，还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内脏脂肪其实在生理学上，它不是一个沉默的一个能量仓库，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极其活跃的一个内分泌和炎症器官。您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它像一座微型的化工厂，会源源不断的向我的血液中释放多种的促炎因子，那以及一些我们认为对身体有害的这个游离脂肪酸，它相当于在全身的血液里边持续制造了一种低度的慢性的一个炎症环境。它是一种坏脂肪，对吧？然后呢，它容易会引起我们身体里的一些变化。那这种由内脏脂肪制造出来的慢性炎症的这种环境，它会给我们身体的，比如说哪些部位哪些系统啊，是消化呀，还是心脑血管等等，什么样的一些系统带来麻烦？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这种炎症的内环境长期存在的话，其实是许多健康问题的一个共同土壤了。那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对我们的血管来说，它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加速血管斑块的形成和不稳定。那对于骨骼来说，它也会产生不利的激素环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骨代谢。那对于关节也是一样，它会增加负重，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的压力，还有炎症的负荷。那对结节来说，它可能会使某些增生性的病变提供一个不良的微环境。对全身的代谢，它直接会导致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它是糖尿病、脂肪肝等核心的一个驱动因素。所以其实这个虽然看不见的，然后我们也不能一把把这个肥肉捏起来，但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啊。对，刚刚提到了很多，比如说血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骨骼呀，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等等等等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减掉这个大肚子，其实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变好看，体型管理更好了。我们具体其实还应该从健康的价值上去理解它。是的。
所以说，一个大肚子啊带来的问题，远不只是美观和活动的不便，它其实更明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信号。它会提示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正处在一个慢性的不健康的一个炎症状态。通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减少内脏脂肪，不仅能让我们的腰围有缩小啊，很美观是吧？对，更是从根源上改善了代谢，降低多种慢性病风险的一个关键的一步。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肚子啊，它不仅仅是胖不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严不严的问题啊，炎症的炎哈。